每10年开一次龙门，第一只越过去的灵兽可化身真龙，以振运势。这是所有幻灵师的毕业考试，也是无数人的最佳机会。10年前，我李鱼，龙族血脉的正统后人，被李家寄予厚望的天才幻灵师，不曾想10年前龙门大典的那一月，我输了，输给了陈家的阴招，输给了锁龙阵，也输给了所谓的龙门规矩。父亲为我赔了命，季春为我丢了魂，而我从龙族天骄变成了华人界最大的笑话。后来我才明白，人生没有重考，有些仇只能慢慢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连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心的机会。去，把这箱鱼送去。幻灵师协会最新排名发布。幻灵者协会最新战力榜发布，封上。不过是一条尾龙罢了。这是哪个不长眼的，敢碰死我的车？原来是你这个废物！真扫兴，人家正玩得开心呢。浅浅，你怎么跟这个人渣混在一起？不然呢？让你这么如花似玉的妹妹跟着你一起卖鱼吗？是啊，哥哥，你闻不到你身上的鱼腥味吗？不然你跟陈少认个错，等我嫁进陈家，给你换个干净点的工作。看在浅浅的面子上，我退一步，叫声陈哥给我听听。我明白了，原来当年是我们李家出了内鬼，才让你这个废物有可乘之机。嘴巴放干净点儿！我们当今的幻龙师是你这个臭卖鱼的能冒犯的？幻龙师10年了，陈浩，今年的龙门你还越得过去吗？陈少越不过去，难不成你还想越过去？连一只灵兽都买不起吧？李家已经没了，你还想拿什么跟我斗？拿你的臭鲤鱼吗？我就用这条鲤鱼把你的黑龙打下龙门。一条鲤鱼还想越龙门？我说鲤鱼，你是不是这10年来杀鱼把脑子杀坏掉了？这笔钱当我赔你的鱼了，多出来的就当我给你的鲤鱼灵兽投资了。你也配和我斗鲤鱼？是你吗，季春？浩哥，轻点儿。你说鲤鱼那个家伙不会还藏了一手吧？我说今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怎么，你还怕他一个杀鱼的不成？100年龙门就没听说过一条鲤鱼能越过去的。我怎么会担心一条鱼？我是担心鲤鱼那个家伙。天幕昭昭，照见无疑，动彻万灵，破幻破妄。经过10载轮回，锁龙阵的病灶还没有被完全清除。季春的灵力被压制的厉害，看来只有刮骨疗毒了。季春，再忍一忍。10年杀鱼，只为此刻。成功了吗？登基前，我们要先给你的灵兽评级，把你的鲤鱼换出来吧。出来吧，小鲤鱼。小鲤鱼，你看这是谁？他好像很喜欢你。这气息，怎么有股熟悉的感觉？鲤鱼，你的灵兽现在只有1级，想参加龙门大典，至少要达到 S 级水准。1个月的时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劝你还是再等10年吧。再等10年，你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当年说好的越过龙门就嫁我，我可等不起。你什么意思？时间有限，直接给我开 B 级评测试炼场，先让我的小鲤鱼热热身。B 级越3级挑战不符合流程。我可是特级，
有越级挑战的权限。你可想清楚，越级进入试炼场，一切后果自行承担。B 级试炼场规则：随机刷新8名幻灵师，试炼场中的物资可任意搜刮，无规则吞噬死斗，最终决出1名幻灵师，获得 B 级凭证。随着时间推移，地图边缘将随之缩小。祝各位好运！坏了，当年带季春考试的时候上来就是 A 级，这 B 级的场景还怪吓人的。这些小鱼小虾还不配进你的胃口。等等，这是什么？这是龙魂精魄。这小子的命还真是好，在 B 级试炼场中能刷出这种 S 级道具。为什么 A 级幻灵师何婷会出现在这里？这名幻灵师登记的名字并不是何婷，而且系统显示1个月以来，他已经换了很多身份，来不断参加1级试炼场。什么？我们的监管系统呢？给我查！系统提示，何婷拥有更高级别领导的特批。难道真如李玉所说，系统被腐蚀了？我好像闻到了猪排的味道。龙魂精魄 ，B 级试炼场居然刷出 S 级道具，这概率比中彩票还低。除非……小鲤鱼，有外卖上门了。特级幻灵师，拿着条鲤鱼闯 B 级场，你是来搞笑的吗？你是冲着这个来的吧？陈家派你来清场的。你知道的太多了。什么？鲨鱼10年，别的没学会，就知道鱼骨头哪儿接哪儿断。你这狼结构也差不多。无影分裂，3打1，不讲武德啊！不是幻灵师打法，这是武夫打法。答对了，我就是个鲨鱼的。小鲤鱼，该你热热身了。水泡，给我挠痒都不够。就是现在，随影。隐身技能，一条鲤鱼怎么会？你算计我！鲨鱼要讲时机，早了肉不脱骨，晚了鱼死不鲜。打灵兽也一样。给我撕碎那条鱼！小鲤鱼，自助餐时间到，飞水族杖，昏了他！吐！怎么可能？鲤鱼怎么会毒系技能？因为我的鲤鱼吃的是10年委屈，吐的是10年不服。哼，果然是陈家养的狗。主管，这鲤鱼是不是太离谱了？又是隐身又是毒炮的，数据都记录下来了。记录了，但系统显示何婷的参赛资格有高层特批，我们不用管，继续监控，把所有异常参赛者的数据都备份。大师哥，你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这东西对你有用吗？懂了，你要吃正经饭。行，今天打赢了，请你吃烤肉。恭喜选手鲤鱼通过 B 级试炼场，获得 B 级灵兽凭证，积分排名第1位。第1名，就那条鲤鱼，我刚才看见何婷被抬出来了，该不会是他干的吧？您的鲤鱼真的打赢了 A 级灵兽？不然呢？要不你也试试？不用了，这是您的凭证，
请收好。告诉那些还想来狙击我的人，我杀了10年鱼，不介意再多杀几条大鱼。别装死，今天才吃3斤烤肉而已。你以前是龙，现在是饕餮吧？和庭这种狙击手只是第一步。陈家既然要阻我参赛，肯定在各个资源点都布了人，专门抢高价值道具，限制其他选手发育。那我反其道而行。杀鱼时我就发现，鱼贩总把好鱼摆外面，真正的肥货都藏在冰柜底层。零售试炼场也一样。明天开始，我们专挑没人要的地方搜刮。不过在此之前，这玩意儿到底怎么用？总不能生吞吧？你属狗的吗？还是你狠。这地方除了毒矿石啥都没有，进去纯属浪费时间。听说昨天有人进去，灵兽中毒了，治疗费比捡的矿石还贵。听见没？自助餐厅。表面都是废矿，但按照鲨鱼的经验，好肉都贴着骨头。果然，毒气最浓的地方，往往是高纯度金纹铁矿的半生区。这帮学生课本知识学傻了。10年前李家幻灵师的徽章怎么会在这里？当年的事果然牵扯更广。浩哥说了，那小子可能会来这种没人来的地方捡漏，仔细搜。一条破鲤鱼，浩哥也太看得起他了。啥也没有啊！我就说嘛，鲤鱼能有什么出息？走了走了，去下一个资源点蹲人。下一个资源点？不，我要去的是你们刚搜过的地方。的高级风灵石全被陈家的人抢了，就剩点边角料。惹不起，惹不起，我们去别处吧。风灵石半生区常年受强风侵蚀，岩体会出现温差裂缝。真正的精华往往藏在夹层里。气流操控，配合你的水影和毒炮，倒是有趣。陈浩，你抢的都是明面上的大鱼，而我杀了10年鱼，最清楚，真正的肥美都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走，下一个冷门区。主管，您已经盯了3天了，要不要休息下？陈家在试炼场安插了17个狙击手，其中5个是 A 级。鲤鱼再厉害，带着条鲤鱼也不可能。主管，鲤鱼的鲤鱼3天内从 LV25升到 LV31，这速度是不是太异常了？
有人用高级权限篡改了雷鸣废墟的刷新表，把原本应该出现在 S 级区域的雷晶兽提前刷新在这里，这是要把鲤鱼往死里逼。那我们要不要介入？毕竟违规操作。等我越过龙门，就回来取你。把雷鸣废墟的隐藏安全路线图调出来。啊，可这是内部资料，立刻。3个 A 级狙击手，陈家真看得起我。撤离，我字典里没这两字。这傲娇的语气，是小师妹吧？还路人甲。小鲤鱼，想不想尝尝天雷自助烧烤大餐？你的雷火节迟早要来，提前适应下。好吧，丧家之犬。鲤鱼，你无路可逃了，交出鲤鱼，陈少可以考虑让你当个看门狗。跟条鲤鱼混在一起，小鲤鱼，用你的龙须感应雷云的能量节点。就是现在，用金属鳞甲吸引雷电激光。他想干什么？系统提示：天雷引导成功，雷暴、电马、霹雳鸟遭受雷属性过载，进入麻痹状态。这是什么操作？鲨鱼第1条借势，你们老师没教吗？你别得意，陈少已经知道你在调查当年的事，你活不过龙门大典。那你们就回去告诉陈浩，我鲤鱼既然回来了，就没打算活着输。想吃？雷晶兽的核心，按理说只有在它狂暴状态下才会凝结，有人故意让它在休眠期也维持核心状态，这是想养蛊，还是？小师妹，你这人情我记下了。系统提示：小鲤鱼吞噬雷核，等级 LV.31、LV.38。雷晶兽会在3分钟后苏醒，建议立即撤离。谢了，小师妹，下次直接打电话，别装路人。谁是你小师妹？滚！季春当年是青龙，属木，被雷火克制，这次要化龙，雷火节是必修课，得先让他适应火。报名门槛等级也要达到45级，3天时间，走寻常路怕是来不及了。龙位雷火，非聚其烈，聚其暴而无章。若得火性入林，反哺龙息，则雷火可为阶梯。怕烫？你可知当年季春最追食火山湖里的金焰虾，那虾出水的温度可比这画面高得多。这10年，余党后肩不光是鲨鱼，也是炼药。走吧，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转转。核猎邪 S 级幼年熔岩地龙违规清场，你此刻进去与送死无异，建议放弃此地。想吃那个？即使违规清场，便不算试炼，而是狩猎。我赶时间，正好借他藏品一用。你若死了，我也只会替你收尸，不会替你报仇。走吧，去见见这位慷慨的收藏家。不错，再有3日，地龙便能提前进入成长期。陈家这次必能包揽龙门前3甲。哼，谁在那里？偷窥者，死！鲤鱼，你走错地方了吧？水禅区在1楼。吓傻了？带着条观赏鱼来熔岩龙洞，是想给它做烘干处理？我来取火灵核。凭你？还是凭这条晚宴食材？给你3秒，滚出去！我不杀无灵兽之人，坏了我的名声。此地铁脉走向紊乱，
岩浆流速比寻常慢3成。你们在此清场2日，竟没发现？寒铁矿脉半生区，温度骤降点，地龙在此喷吐岩浆会凝成脆壳，影响行动流畅。可惜了，幼年体灵智未开，不懂地形规避。不对，他怎知得如此详细？此人来意不善。小鲤鱼，水镜。雕虫小技。小鲤鱼，逆鳞下3寸。不可能！你怎知火河位置？那是陈家秘传。陈家秘传？10年前，我李家藏书阁的地龙谱被盗，看来是落在陈家手里。论御龙之术，我李家才是祖宗。系统提示：火属性亲和突破，获得龙炎灵1被动，免疫终极以下火焰伤害。系统提示：雷火劫进度提升至40%。违规携带 S 级灵兽清场，证据链完整。你说陈家是会保你，还是弃你？你不敢公开，陈家如今势大，再大的鱼离了水也会死，而水总是流动的。哟，这不是路人贾小姐？你真来了，还赢了。证据附赠地龙火河节点结构图，或许对你们监管有用。何烈是陈家嫡系教头，你惹了他，后面少不了麻烦。正是嫡系才更有价值。还有小师妹，你要搞清楚，是他们在10年前先惹的我。打完收工，明天去报名。快看快看，真有人带鲤鱼来报名！这哥们儿是来搞行为艺术的吧？龙门大典报名费可不便宜，拿这钱买条正经灵兽不好吗？嘿，你这鱼还挺横，还敢喷我！低调。凭什么不让我报名？我的灵鹰明明是 A 级。系统显示，您的灵鹰在1个月内注射过3次潜能激发剂，违反龙门大典禁药条例第7条，永久取消报名资格。我只是想让他状态好一点。禁药检测系统升级了，陈家倒是会借刀杀人，先清掉一批有潜力的竞争者。小敏，是我。取消本届报名资格，3年内不得参赛。那道具是我捡的，我不知道是违禁品。规则就是规则。你灵兽体内有封印，需要解释来源。那是我家传的护身符，不是违规的。执法组，这里需要检查。别碰我的猫！幻灵师有权在报名期间拒绝非必要的身体接触检查。你们要查，可以等报名结束后去隔离室用无害扫描仪。你谁啊？特级，但他的灵兽确实有异常。那是炎星护主符，古法炼制，作用是灵兽濒死时自动激发护盾，属于防御类合法道具。大典道具名录第48页第3类第7项，需要我背条文吗？你把符文的炼制者署名展示给他看。哦，行。核实无误，可以通过。去吧。谢谢前辈。该你了，特级幻灵师，姓名鲤鱼。10年前那个鲤鱼，他不是废了吗？怎么还是特级？听说在商场杀了10年鱼。按照规则，低等级灵兽需要额外进行潜力评估测试，以确定是否具备参赛资格。这是为了防止凑数行为。可以。检测大小于无法测定，能量层级超出测评判上限，警告，测评所以可以通过了吗？通过，资格编号第734。谢了。
才真的非常感谢您，如果不是您，我今年就报不上名了。举手之劳。前辈，您真的是10年前那个鲤鱼吗？那个带着青龙祭春的鲤鱼？你听说过？当然，我爷爷林岩就是炼制岩心符的那位，他生前常提起您，他说您是他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幻灵师，还说当年龙门大典的事一定有隐情。林岩大师，他还说了什么？爷爷说，锁龙针的炼制手法不是陈家独创的，而是源自更古老的某个隐士流派。他临终前让我如果有机会见到您，把这个交给您。这是他从一只古老的炎龙遗退上取得的鳞片，里面封存了一段记忆画面，或许对您有用。激活需要纯正的龙族血脉之力。谢谢，这份情我记下了。该说谢谢的是我，爷爷一直想为当年没能站出来作证而道歉。他说，炼器师本该明辨真伪，却因畏惧陈家权势，选择了沉默。告诉他，我不怪他，在那种情况下，自保是人之常情。前辈，龙门大典上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找我。虽然我很弱，但我会努力的。好。果然，锁龙针背后还有别的势力。快了，季春，我们离真相又近了一步。林岩大师以炼器著称，他留下的线索绝不止一段记忆幻想那么简单。庚辰年7月初3，与追踪锁龙针原料段龙金流向偶入此窟，见黑袍7人仿制骨器，手法与陈家所用一致，连盾为骨虫。其首自称鼎宗指示，窟内存有炼制记录，或可证当年龙门之案。然而逆骨及他此图留待有缘。林岩，隐龙窟在城西300里的藏龙山脉深处，那里是废弃的古代战场，灵气紊乱，寻常幻灵者不会靠近。鲤鱼，你明天第1轮的对手出来了。谁？陈浩的表弟陈飞 ，A 级幻灵师，灵兽是裂风隼，速度型，擅长高空突袭。他这1个月在试炼场专挑水系灵兽狩猎，战绩27胜0败。陈家安排的吧？很明显。另外，我查到一件事：10年前负责维护龙门大典测灵系统的技术主管姓赵，在赛后3个月离奇病逝。但他的儿子赵小海今年也报名参赛了，用的是化名海风，灵兽是 C 级水纹龟。赵小海现在在哪儿？我调了监控，赵小海今天报名后去了城西的旧货市场，买了些登山装备和古镇图拓本，看方向像是要去藏龙山脉。这么巧。还有，陈家今晚在天龙园设宴，邀请所有种子选手，名义是赛前交流。陈浩放话，谁不去就是不给陈家面子，你要小心，他们可能会在宴会上针对你。我知道了，谢谢。李玉，隐龙窟的事我也查到了些蛛丝马迹，那里很危险，古镇残缺但依然在运转。还有，小师妹，这是我的路。比赛是下午，我们天亮前出发，中午前应该能赶回来。杀一条隼用不了多少时间。灵气乱流最接密集的方向，就是古镇所在。100年前流云剑宗的标记，连他们都覆灭在此。又错了，这7星风龙阵的拓本残缺的太厉害。老伙计，我是不是很天真？爹当年就是因为查锁龙针的适才。我一个 C 级幻灵师能做什么？有人！
阵眼变动异常，有人来过。新鲜的刻痕，不到1小时。是个生手，连基础符文都画不对。又是哪个不知死活的想来寻宝？搜，主上吩咐，隐龙窟的秘密绝不能外泄。找到人，带离现场。在那边。刚才那声音是谁弄出来的？还没死就起来。鲤鱼，那个带着鲤鱼参加大典的鲤鱼，我认得你。10年前我爹在家看龙门大典直播时，指着你说：“此子若不出意外，必是下一代护国真龙。”后来他……赵明远是你父亲。我爹临终前说，锁龙针的炼制记录藏在隐龙窟最深处，他想揭发，但还没来得及收集完证据，所以你来了。我知道我很弱，水纹龟只有 C 级，但我必须来，这是我爹的遗愿。跟着我，别乱动，想活着拿到证据，就听指挥。好。贪狼卫的破绽在子时，现在已过，但灵岩大师的著述里还有一句：阵眼灵石若替换为相克属性，可强行撕开缺口3息。能同时向这3个位置注入水系灵力吗？要精准，不能多1分，不能少1分。我试试。巨门卫注入，禄存卫第2道。稳住！你父亲当年是技术主管，最擅长的就是精密操控。文曲卫第3道，3道水线同时注入3个阵眼。小鲤鱼，龙威攻击贪狼卫。进。这里好像是个矿洞改造的。这边。是记录册。这些都是证据，只要带出去。果然有老鼠溜进来了，赵明远的儿子，还有鲤鱼。既然知道影踪，就该明白，有些秘密知道了就得死。待会儿打起来，你只管带着记录册跑，原路返回。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你父亲用命换来的真相，必须有人带出去。商量完了，那就让你们永远留下。徒手接锁龙针，这不可能。针是好针，可惜用针的人火候不够。锁龙针的噬龙毒对他无效。看来李家血脉比想象的更纯，不能让他活着出去。隐藏的术免受范围。小心，他们是虚体。小鲤鱼，光。龙族破邪金光，你的鲤鱼怎么能？这根本不是幻灵师的战斗方式，这是庖丁解肉，他在拆解我的灵力回路。鲨鱼10年，再硬骨头也有接缝。
盾牵引杀！我看不见了。10年鲨鱼多在凌晨昏暗的鱼市劳作，我的眼睛早已适应微光，但更敏锐的是其他感官。左前3步，影刃破空声最密集，是佯攻；右后7步，有极轻微的衣部摩擦声，真身在此。声波破影，你怎么知道？你的呼吸声在钟乳石放下的轻微回声，真身一直躲在里操控引线，对吧？影宗和陈家什么关系？10年前龙门的锁龙针是你们给的？你以为赢了？这洞窟深处还……毒囊自毁，死士。结束了，快把最重要的带上，我们时间不多。这是影宗与陈家的交易账本，时间跨度30年。走。什么声音？他们在洞窟深处还养了别的东西，快！蛟龙尸骸 ，S 级。小鲤鱼赶到石海矩阵，但他龙血自行运动，勉强能扛住。等等。这是同类相斥的敌意，更是食欲。你胃口还真是大。蛟尸虽死，但残留的龙族精元对小鲤鱼是大补。可这是 S 级，哪怕虚弱，也绝非我们现在能对付的。完了，出不去了。古尸蛟动作僵硬。关节处如有傀儡丝线操控的痕迹，说明他并非完全复活，而是被影宗以秘法炼制成守护傀儡。傀儡就有核心，控魂经，打碎它，尸蛟就会失控，但必须在他攻击间歇的0.5秒内击中拳头大小的核心。李前辈。我爹笔记里提过，古尸蛟类傀儡为纯阳雷火，雷火交击可暂时僵直其魂体。雷火。小鲤鱼目前雷火劫进度40%，能释放微弱雷光，但离真正的雷火还差得远。除非离化龙虚力3节，第2节雷火劫，可借外雷外火提前引动。然凶险倍增，9死1生。好，待会儿我吸引他注意，你用水纹龟的水镜反射，把长明灯光聚集到他控魂经上，要最大亮度。光，可他为的是雷火，光是引子。但吾儿切记，非万不得之事。因肉做凡胎，难成天人。
就是现在。走。活着出来了，好痛！强行引动雷火结，对血脉损化太大了。啊，他真的要化龙了！该回去了，下午还有比赛。李前辈，这些证据你先保管好。龙门大典期间，陈家不敢明目张胆动手。等比赛结束，我会联系可信的人，一起揭露。我信您。走吧，该去收网了。第一笔利息就从陈飞开始。喂，你在哪儿？回城的路上。隐龙窟的事，有人比我们先一步报告了，是陈家的长老，以巡查古遗迹安全的名义上报的。现在执法队已经进驻，正在清理现场。找到尸体了吗？3具黑袍人尸体都找到了，但死因被定性为古镇反噬。所有关于影踪的痕迹都被抹除了，还有赵小海的行踪被发现了。陈家正在暗中搜捕他。他现在安全吗？我把他暂时藏在我名下一处安全屋，但他不能久留。陈家买通了几个信息贩子，正在全城搜带着水纹龟的年轻幻灵师。让他待着，我下午比赛结束就去接他。你还想着比赛？陈飞那边，陈家做了手脚，他们申请了生死状模式。他们以10年前鲤鱼违规冲撞龙门，今次恐重演，为保障大队安全为由，向长老会施压。3个陈家长老投了赞成票，另外4个保持中立，通过了。想在第1轮就光明正大杀了我？陈飞的裂风隼这1个月吞了17只水系灵兽的精血，进化出了嗜血特性，速度、攻击力都是同阶顶尖。我怀疑陈家给他准备了血祭符。为了杀我，连 A 级灵兽都舍得废掉，陈家还真是下了血本。你现在弃权还来得及。小师妹，10年前我没退，现在更不会。帮我做2件事：第一，查清楚陈家那个血祭符的激发条件是什么；第二，下午比赛时盯住陈浩，他一定会亲自到场。你有把握吗？你说呢？鲤鱼，陈飞的状态很不对劲，医疗组检测到他体内有高浓度的狂战药剂，还有精神控制的印记。他现在就是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战争机器，目标只有你。陈家的惯用手段罢了。还有，陈浩在 VIP 包厢身边跟着2个我没见过的高手，气息很阴冷，不像陈家豢养的打手。我怀疑影踪的人。你确定？这个能反向追踪或者分析出施术者吗？好邪门的符，里面封着一缕充满怨念的兽魂，是活炼的。制作手法确实不是现今主流流派，我需要时间。赛后给我结果。活着出来。选手鲤鱼，请入场。生死状模式，倒计时3分钟准备。各位观众，接下来将是本届龙门大典第1轮，也是近20年来首场生死状对决。对决双方是鲤鱼和陈飞。鲤鱼打鸟，送菜吧。侧起，走后门买的吧。陈飞，1分钟解决他。影宗的符没问题吧？血祭符已激活，裂风隼此刻拥有接近 S 级的爆发力，但代价是赛后必死。1条隼而已，陈家多的是。我要的是鲤鱼死，死得越惨越好。生死状一签无悔，赛中生死各安天命。双方上前按血印。对决开始。锋刃千羽杀。鱼贩撒网，看似覆盖所有方向，但收网的那一瞬，网眼中心反而是力量最分散、空隙最大的地方。
身法。徒手卸了裂风隼的爪子，这就是特技。杀了你风隼，血祭开！血祭状态激活。天哪！裂风隼的气息，这是禁术！陈飞选手竟然……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龙威。就是现在！秒杀！胜者鲤鱼！让梦想盛开，照亮下一站的意境。现在我们要未来，让梦想精彩，每时每刻自律不徒不放弃。就是啊，鲤鱼，恭喜晋级啊！想不到10年不见，手段倒是越来越出人意料了。下一个，轮到你了。何必呢？当年的事或许有些误会，你现在实力恢复了些，不如我们聊聊。陈家可以给你提供资源，甚至让你重新成为人上人。用我父亲和季春的命换来的资源，你觉得我会要吗？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赢了一场生死战，就真有资格跟陈家叫板了？龙门大典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我当然知道水有多深，当年那些事，册子上记得清清楚楚。别以为我找不到养王八的臭小子和你小师妹，他的小动作早晚算清楚。第2轮比赛在3天后，这3天你最好老实点。你有特级能力护体，那2位可不一定。对了，长老会已成立调查组，审核你那条怪鱼的参赛资格，敬请期待。他们封锁了陈飞的急救室，我进不去。但外面检测到的生命特征变动很弱，就算救活，恐怕也废了。又是陈家的一个替死鬼。你有没有灵兽登记处档案库的权限？我是主管，当然有。带我去一趟。去是可以，但你不能做什么有悖我职业原则的事。放心，只是去看看书。这里是登记处的原始档案库，所有灵兽的初次登记记录、血统族谱、异常事件报告都在这里。系统记录可以篡改，但这里有些老古董，只认纸质和灵印。你要找什么？季春10年前的原始登记档案，以及所有关于龙血返祖或灵兽异常进化的记载，尤其是鲤鱼属的。你想证明小鲤鱼的合法性？不是证明，是找线索。小鲤鱼的化龙之路和我见过的任何记载都不同，它太快了，太顺了，这不合常理。你怀疑小鲤鱼的进化本身就有问题？找到了，翼龙考残卷，这是200年前一位云游学者写的，非官方记载，但里面提到过一些禁忌实验，灵力献祭、逆轮化龙、夺姬。有邪术，以真龙滴血为引，锁其魂炼其魄，逆夺其龙脊，转将于凡兽，可使李化龙却成凤，然所得皆尾，根基扭曲，终将反噬。夺姬？你的意思是，当年陈家的黑龙？不是陈家的黑龙，是季春。10年前，
他们镇压季春，不是为了阻止他化，而是要用季春的真龙之基去喂养那条早就准备好的拥有黑龙血脉的伪龙，这才是锁龙针真正的用处，不是镇压，是锁住龙魂，抽取龙基。所以陈家那条黑龙王之所以能越过龙门化龙，是因为他窃取了季春的。季春没有彻底消散，他的龙魂核心被锁龙针封印，随着残躯被我带出，沉睡了10年，直到他转生为小鲤鱼，才开始重新化龙。但这个过程可能已经被当年的禁术扭曲了。他进化的越快，越接近真龙，那股被夺取后残留的扭曲和隐患，可能就越会爆发。那怎么办？停止进化，或者停不下来。化龙之路一旦开始，只有2个终点：成功或者死亡。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他完成最终进化前，找到解除邪术影响的方法，补全被夺走的龙基。而方法很可能就在当年那些参与者的记录里，陈家还有影宗。有人入侵，权限很高，绕过了我的警报。这是专门用于追踪残留灵力痕迹的术法。在封闭空间触发警报，只会让敌人狗急跳墙。目标残留气息在这里中断，但检测到微弱龙血反应，向深处移动。要深入搜索吗？这里是登记处核心档案区，触发深层防御系统的风险很高。主上的命令是取回或销毁目标可能接触的禁忌知识，尤其是与夺基、锁龙相关的记录。优先目标一龙考、古炼气宗秘录、龙门记事秘文卷，找到后直接灵能焚毁，不留痕迹。动作要快。看动作，他们对这里的分类很熟悉，不是第一次来。他们知道我们要找什么，甚至知道具体书名，内部泄密等级很高。是影宗的徽章。影宗的人能如此轻易渗透进核心档案室，要么是登记处高层有内鬼，要么是他们是掌握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漏洞或后门。找到古炼气宗秘录了，封印完整，未被翻阅。好，就地销毁，用噬文火。不能让它毁掉。贼先秦王是影宗系列的秘术。在吸灵术的影响下，还能有如此速度？影宗的狗也敢来这儿乱翻！当时暗部空间有限，大规模术法容易引发坍塌或毁坏珍贵档案，打得束手束脚。该死，怎么回事？是保护书籍的防火灵物，做得好，小鲤鱼。这张脸，这个疤，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父亲当时指着那张照片说过什么？好像是就有误入歧途，炼气之道，最忌心术不正。你认识他？或许需要查证。这本秘录立刻用最高权限封存。档案室的防御系统被无声突破，内部一定有高级别奸细，我会秘密调查。不过影宗已经盯上你了。盯上我，正好，我也等着
把他们一个个从阴影里揪出来。浩少爷，飞少爷强行驱动血祭符，遭受强烈反噬。灵兽死亡带来的契约断裂伤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动用了家族储备的血脉灵髓，也只能保住他的命，修为怕是全毁了。他那个废物灵兽死了就死了，人活着还能当个反面教材，提醒其他人办事要更利落。血祭符的反噬数据记录下来了，有些异常，反噬强度远超预期，似乎有另一股更高层次的力量介入冲击，加速了飞少爷的崩溃。更高层次，说清楚。在血祭符力量爆发的峰值，飞少体内监测到一股短暂但极其精纯的龙威冲击，虽然微弱，但质极极高，直接压垮了他本就脆弱的识海防线。龙威，又是那条可恶的鲤鱼！那不是简单的鲤鱼化龙。影宗的执事大人，看来昨晚的行动也不顺利。遇到了点小麻烦，但收获是基本可以确认，李煜身边那条鲤鱼就是10年前被抽走龙脊的季春的转生体。转生？怎么可能？锁龙针不是锁魂抽机吗？理论上如此，但李家血脉特殊，鲤鱼可能用了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秘法，保住了季春一点真灵不灭，借力身重燃。更麻烦的是，它的进化速度异常，还出现了本不该有的雷火属性，这说明它可能在反向汲取当年被夺走的龙脊。反向汲取？那如果我现在抓住它，岂不是能得到更完整的龙脊？别轻举妄动，他现在处于不稳定的进化中，体内力量斑驳，强行抽取风险极高，而且鲤鱼不好对付。昨晚他身边还有灵兽登记处的夏枝。夏枝，一个 A 级的小主管，能掀起什么浪？他或许不足惧，但他背后的关系网以及他正在暗中调查的事情，可能会带来麻烦。主上的意思是在第2轮比赛彻底解决鲤鱼，拿到鲤鱼。我们需要万无一失的计划。第2轮他对战的是妍希周蟒，一个只会硬碰硬的莽夫。我安排好了周蟒的灵兽汉山溪会在赛前服用特制的狂化丹，开场就拼。就算李煜能赢，也必然消耗巨大，露出破绽。倒是不够，李煜的战斗方式诡异，不能以常理度之。我们需要双保险。这是禁灵核，比赛时你想办法让人带进场，它会形成一个临时的灵力空间，干扰擂台结界和灵兽的灵力链接。虽然时间很短，但足够创造机会。这东西不会被裁判组发现？它本身几乎无灵力变动，激活瞬间的干扰也极像高能量冲击引起的自然紊乱。事后追溯查不到源头，关键是时机。放心，周蟒那个蠢货为了钱什么都肯干，他会在最合适的时候给鲤鱼一个大惊喜。李前辈，这里安全。夏主管安排的，说这里很快会被拆除，没人注意。他还给了我一个加密通讯器，只能单向联系他。这是从档案室带出来的古炼七宗秘录的几页关键拓印，还有昨晚入侵者的面具碎片和血迹样本。你立刻通过夏音的渠道把这些东西安全送出去，交给你父亲生前最信任且不在本城势力范围内的朋友或同僚。可是前辈，把这些给我，你那边原作和更重要的线索我留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另外，我需要你利用技术手段帮我查一个人，查所有炼器师、古物鉴定师或者与影宗可能有牵连的幻灵师档案，重点寻找脸上有类似灼烧伤痕、年龄在50至70岁之间、10年前活跃之后可能失踪或改变身份的人。这个伤门很特别，像是某种阴火反噬或者诅咒留下的。我会想办法侵入，不是申请查阅相关的医疗记录和异常事件报告库。小心，别留下痕迹。影宗已经注意到你了。我不怕，我爹没做完的事儿，我来做完。这里面是涉及早期龙门大典的擂台结界维护、灵力流调控参数，以及一些关于结界漏洞与外部干扰可能性的学术探讨笔记。这是我爹的工作笔记，他以前常带着这样的本子。报告中提到，龙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的灵能聚合体，其散发的能量场有特定的频率。理论上，如果有足够强度的同频，可能在其能量场中制造短暂的波纹或空洞，影响月门过程的稳定。此现象疑似在庚寅年大典中发生过轻微的波动。庚寅年，正是10年前李前辈参加的那届龙门大典。你父亲10年前就怀疑龙门本身可能被人为干扰过，他甚至留下了记录。又是一个新证据。这只是理论推测和疑似记录，不是直接证据，但指明了方向。当年陈家的作弊可能不止锁龙针那么简单。
他们或许还利用了某种方法，短暂干扰了龙门能量场，确保万无一失。这本笔记很重要，和你父亲的遗物一起送走保管。开破了，轴承也响。陈浩那一下撞的挺有水平。鲨鱼10年攒的钱，都给你买烤肉和龙魂晶破了，剩下的大概只够补胎。谁呀？修车扫码排队，没看我正忙着揍这个不听话的齿轮吗？老板，补个胎，加检查轴承。自己把车推进来，没空伺候。等等，小子，你姓李？您认识我？哈哈哈哈哈哈！何止认识，你父亲李晴天当年是我拜把子的兄弟，我还给你换过尿布啊！10年了，长得人模狗样了，就是这眼神，跟你爹当年一个德行，死倔。怎么，李家小子终于不杀鱼，跑来修电驴了？前辈是叫张叔，你爹当年叫我铁匠张，你爹他走得憋屈。张叔，您怎么认出我的？你们李家人眼睛里有龙影子，藏不住。还有这条鱼，是季春那小子吧？换了个皮肤，以为我认不出来？受苦了，小子！锁龙针的伤还没好利索吧？您怎么知道？哼，当年锁龙针的图纸，最早是从我们天宫坊流出去的，老子追查了10年。正统锁龙针是用来封印暴走龙脉的，重在锁，不是傻。你看这个，你看现在流通的版本加了倒刺和噬灵纹，专门用来抽龙机毁根本。影宗和陈家合作？合作？陈家就是影宗养在明面上的狗，他们不光在龙门上用，还在全国各地设了秘密的龙机抽取站，专门抓野生龙翼灵兽，抽他们的根基去喂那条尾龙。这些站在哪儿？藤溪旧工业区废弃的灵兽饲料加工厂。3个月前，我徒弟看见有黑袍人进出，闻到血腥味和龙翼灵兽的焦躁灵气，老子早就想端了那鬼地方。你小子来了正好，加上季春，您要和我一起去？废话，那是我徒弟看见的，我得去救人。不过在那之前，先把你这破车修好。你爹当年炼器天赋其实一般，但看东西准，人心也看得准。他就说过，陈家老祖眼神不正，可惜，张叔，您这些年一直在查，不然呢？真当我是个修车的老头？天宫坊被影宗渗透，散的散，死的死，就剩我躲在这儿，顺便捡点他们露出来的垃圾研究研究。小子，你回来是想报仇，还是想掀了这烂摊子？一开始是想报仇，现在想给我家季春还有所有被偷走了未来的灵兽讨个真正的公道。好，像你爹的儿子，今晚就去掀他第一个窝点。哦，那个，从陈家报废器材里拆的，还有点数据残留，但我这老解码器读不全。也许赵小海能读出来。小子，跟紧了，丢了可不管。张叔，我们是不是该计划一下？计划啥？老子闯了半辈子江湖，就靠3样：手艺硬、拳头硬、运气硬。走你！父亲的老友，风格还真是出乎意料的狂野。就那儿，饲料厂，看见没？3楼左边窗户光在闪，那是高频灵能设备运行的动静，寻常工厂用不起。季春，不对劲，小子。让他运转一下基础灵力，我看看。糟，龙机不稳，提前发作了，是不是最近进化太快，又强行引动过雷火？是，有什么办法？麻烦，这种情况需要专门的龙机稳定器疏导紊乱的龙气。我那破铺子里有个老古董的半成品，但缺核心材料温灵玉，这大半夜的上哪儿找去？行动取消，先回去，稳住季春再说。便宜那帮损子了，走回去。我路上想想哪儿能搞到温灵玉，我铺子后面库房好像还堆着点当年天宫房的边角料，我去翻翻。温灵玉，温灵玉，
我记得以前拆过一个老式灵能暖炉啊，在这儿啊。杂质多了点儿，裂了3条，凑合用吧。小子，把季春抱过来，离如炉近点儿，让他感受稳定器的炼制灵力波动，有安抚作用。当年我师傅教过，炼制稳定器，火候是其次，关键是意要稳。老子现在就很稳。意外，不影响大局。看老张家祖传手艺，便携式龙脊应急稳定环，就是丑了点儿。小家伙，忍一下，可能有点烫，也有点紧。有效，暂时稳住了。但这玩意儿是应急的，里面的温灵玉品质太差，顶多用个3、5天。你得在它下次发作前找到至少拳头大小无杂质的温灵玉核心，重新做个永久性的。哪里能找到？城北有个老矿区，几十年前出产过半生温灵玉的矿脉，后来矿塌了，废了。但矿洞深处可能还残留着一些原矿，就是吧，那地方不太平。听说有地底变异灵兽出没，还有当年死难矿工的怨气残留，一般人不敢去。具体位置，明天白天给你详细标。今晚先让小家伙好好休息，你也别闲着，帮我收拾收拾这摊子。您这制造过程堪比拆家。你懂什么？这叫创作激情。下次绝不会再让你这么难受了。温灵玉核心，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对了，那个计数仪呢？趁这会儿，我看看能不能再抢救一下数据。说不定里面有关于抽取站内部结构的信息。有灵兽逃脱过，看这痕迹，小巧，带点水渍，像是小型2栖或水陆2栖的灵兽，说不定还在工厂附近藏着。城北老矿区，顺着我标的红线走，蓝圈是可能还有温灵玉原矿的矿洞，记住，那地方邪门。要是看到矿洞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别硬刚，跑！你的鱼现在可是病号。行，你厉害，走吧。温灵玉核心必须拿到，季春不能再遭一次罪。是这里了。3号矿洞，曾经出过半生温灵玉。走，我们进去。好，信你。怎么了？龙脊又开始不稳了。张叔说这环只能撑3、5天。看来这就是不太平的一部分了。听话，我们先撤。这声音，锁龙针的伤还没好透吧？
小家伙，前辈是一个侥幸逃脱的囚徒罢了。当年被关在陈家的地牢里，隔壁笼子就是这条小青龙。当年，你那时候还是条没长脚的小青龙，整天撞笼子，吵得我睡不着。后来他们用锁龙针抽你的龙脊，我趁乱打碎水牢，逃了出来，躲到这里，一躲就是10年。你也是当年的受害者。你身上有李晴天的血脉味道，你是他儿子？是。你爹是个好人，当年他想救我们，可惜罢了。你们来这废弃矿洞是为了温灵玉？是。季春他龙脊不稳，需要温灵玉核心制作永久稳定器。粗糙但有效。张铁匠的手艺吧，只有他能把好东西做得这么丑。您认识张叔？他来过几次，试图找温灵玉，但没通过矿魂试炼。温灵玉是矿脉之神凝结，想要取走核心，需得到矿魂的认可，否则拿到的只是普通玉石。跟我来，我知道核心在哪儿，也能帮你们通过试炼，就当是报答当年李晴天那一饭之恩和炒了我好几个月的邻居情分。父亲，您留下的善缘，又一次救了我们。那就是核心，但直接拿它会沉入矿脉消失，必须通过矿魂试炼，感受这片矿脉的记忆，得到认可。矿魂的试炼是让你看到他的痛苦，他曾被利用、被污染，你要拿核心，就得向他证明你和那些人不一样。我懂，我也被锁住过，很疼，但有人救我。现在我来帮你。以自身生气净化怨念，小家伙，你比我想的更善良。谢谢。走吧，这里不久后可能会塌，矿魂释然，矿脉也该安息了。张叔是在打造还是在拆家？风格问题。成了，看看老张家巅峰制作龙基恒稳颈环豪华版，功能升级，不光稳定龙基，还能缓慢吸收天地灵气反哺，促进健康发育。附带1级防水、防火、防雷劈，就是可能有点紧。让你治伤，不是让你做保洁。鲤鱼，有件事，我这些年躲在矿洞，感应到不止一处有类似的怨气抽取点。影宗在各地设点，不光是抽龙机，还在收集各种负面能量。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当年偷听到黑炮人提过一个词“万怨归海”。万怨归海，小家伙，你体内龙基虽稳，但被夺走的部分仍未补全。我能感应到，我的体内也有一丝当年从你那里流失的龙气，我把它还给你，虽然不多，但是个开始。好了，邻居情问缓了，下次别吵我睡觉。补全龙基的路还长，但至少我们不再是独自前行了。第2轮对手定了，妍希、周莽 A 级，灵兽汉山溪，体操肉厚，力量型。有资料吗？特点是正面硬刚，战术简单。但我的人看到，昨天陈浩的助理和周莽私下接触过。周莽家境不好，母亲重病，很缺钱，陈家很可能收买了他，让你这场不好过。加钱就能赢？赢不赢，打了才知道。还有，自己小心，赛场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别八卦。第2轮
鲤鱼对阵周莽，比赛开始。对不住了，旱地冲撞！好硬，别硬碰，绕后，弓关节，人家护体。这防御太离谱了吧！周莽嗑药了，狂化状态这么猛。鲤鱼的鲤鱼没破防啊！结界异常，比赛暂停。最后一击，满岩冲顶！灵力被断，龙基不稳，我看你怎么躲！小鲤鱼，信我，别对抗空洞，顺着它，把空洞当成滑道。胜者鲤鱼。刚才那是什么身法？鲤鱼在灵力紊乱里游泳，这操作也太骚了。钱不好赚，带你灵兽去治伤，别落下病根。陈家开始用盘外招了。15年前，因火反噬，莫言。这张脸我见过。青天，锁龙针的图纸不对劲，有人在改它，往邪路上改。能查到是谁吗？痕迹很干净，但我怀疑是影宗的手笔。他们最近和陈家走得很近。莫言，这事太危险，你先别查了。你还有小雨要照顾。正因为我还有小雨，才不能让这些东西流毒后世。莫言师叔，原来是你。父亲的朋友，当年提醒过锁龙针有问题的人。他儿子失踪后，他也消失了。而且他知道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多。我申请查阅了天宫坊旧服务器，找到一份加密实验日志，签署人是陈玄。果然，莫言的失踪很可能是发现了陈家和影宗的交易，被灭口，或者被迫合作。他儿子在他手里，他只能选后者。有个叫老莫的修复师，登记过和莫言一模一样的疤痕护理。城南旧书室，明天我去摸个底。一起去。如果是莫言师叔，他可能还在被迫为影宗做事，我们要小心，他身边肯定有监视。那我继续挖他儿子的线索，只要找到莫小雨，说不定能争取到他。等等，如果我们查他的事，影宗是不是也知道了？打草惊蛇了，但蛇出洞，才有机会打7寸。明天按计划去书室，小海，你这边注意安全。放心，我现在躲的地方连外卖都找不到。莫言师叔，10年了，你还记得我父亲吗？顾芷斋在前面拐角，卷帘门半开那家。我的人说，上午那个送物资的人刚离开，
现在是空窗期。随意看，不皇家。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走吧。官方例行检查，请配合。检查？查我这些破书，还是查我这张破脸？抽屉散发出极带的阴冷气息，是索隆真残留的怨念。莫言眼中闪过极复杂的情绪，痛惜、愧疚，还有一丝恐惧。小雨失踪那年，也是这个季节。陈家或者说影宗用小雨的命换我给他们改进锁龙针，设计更高效的龙脊抽取装置。我做了，因为不做，小雨第2天就会被送回来，冰冷的。我们现在有机会把他们人根拔起。根？你连他们的土都没挖开。影宗要的不是1-2条龙的根基，是海量的龙翼能量。他们在准备一个仪式，能唤醒或创造恐怖存在的仪式。什么仪式？在哪里？我不知道具体，但我推算主仪式地点在海外某个岛上。这是我记下的异常数据和罕见材料用途推测的。他们不是在造龙，是在造一个容器或者一坛。拿去吧，我能给的就这些。你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可以保护你，也想办法找小雨。走不了，我体内有咒，离开超过12小时或泄露信息就会发作，小雨也会收到信号。而且我留在这里，偶尔还能看到小雨的照片，他们每年寄一张新的，证明他还活着。小家伙，谢谢你的心意。有咒术在身，儿子为质，他几乎是死期。未必，咒术可以解，人可以救，关键是我们需要更多筹码，更快行动。想到小雨了？想吧。我们会的。造了一辈子锁龙阵，到头来锁住的都是自己人。林小鱼，李前辈，是我，请多指教。那个，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火燃猫只有 C 级，我也不是很会打架。比赛快开始了，你的猫有什么特长？跑得快，躲得好，还有它很耐揍。以前爷爷总说，打不过就跑，跑不过就扛。够了，待会儿听我指挥，保护好自己。请李毅、林小鱼组合前往3号擂台，你们的对手是陈峰、陈烈组合。走吧。双方选手入场，比赛开始。季春牵制左边，林小鱼让你的猫干扰右边，别硬碰。有火，向开！躲，看你能躲多久！毒雾喷发！炎星护足，驱邪辟毒。
爷爷说过，严心符不是用来挨打的，是用来守护想守护的东西的。小伙，共鸣。系统提示：检测到高浓度古炼气师血脉灵力爆发，火绒猫临时状态提升，严心符超载激活。什么玩意儿？季春，水疗龙息，给火绒猫降温缓冲。林小鱼，让你猫的火柱持续3秒，然后立刻撤掉光罩后退。明白。3、2、1，时间到！尘风陈列组合，灵兽协调中断，失去战斗能力。胜者李毅、林小鱼。张嘴！这比锁龙针还苦。张叔特制十全大补药，良药苦口。谁让你在决赛乱开大招，龙气透支成这样？小子，查到点东西。陈家那群孙子果然在长老会里拱火，说要搞什么灵兽溯源公开检测，明摆着冲你家继承来的。下元丫头在周旋，但压力不小。什么时候？快则3天，慢则1周，你们抓紧恢复，最好让季春再亮眼点，但别亮过头，把握分寸。季春，我们得抓紧休息了，还有大战等着我们。下面有老龙留下的课件，好像能帮到大家。阵法，你从哪儿学的？干得漂亮，季春，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鲤鱼君，看这里，这体型你跟我说这是鲤鱼，毒5毛，检测肯定没问题。陈家就是找茬。肃静。本次检测将全面分析灵兽血脉源头、进化轨迹、能量性质，确保我龙门大典公平纯净。鲤鱼选手，请将你的灵兽置于检测翼核心圈。这不是很健康吗？检测仪异常，立刻停止。仪器反映其能量内核存在隐性侵蚀，正在自动净化，此为正常防护程序。玩阴的是吧？给我现行。鲤鱼君扛住了，还反向拆了仪器，那黑光明显有问题。是陷阱！周长老刚才说那是正常程序，骗鬼呢！正常程序，需要我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不正常吗？根据证据，周恒涉嫌滥用职权，勾结外部势力，现予以逮捕。我的灵兽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而有些人心里藏着什么，天知地知。另外，我正式接受海外学术交流会的邀请，有些真相在更远的地方等着我。干得漂亮，但打草惊蛇了。海外之行必是龙潭虎穴，就怕他们不来。我的雷火还没烤够呢。都听好了，目标岛屿代号热汤勺。因为这地形像个勺子，还特别热，名义上是灵兽生态研究站，实际是隐秘据点之一。
防卫等级，表面松懈，游客都能上去拍拍照。但核心区，也就是勺子柄部这片丛林，下级搞到的内部报告显示，能量读数高的离谱，还有空间屏蔽。学术交流会的掩护身份已经搞定，我是领队研究员，李鱼是我的野外安全顾问兼灵兽协作专家。行程7天，第5天是月圆之夜。月云阴气最盛，也是很多邪门仪式最爱挑的时辰，所以装备是关键。老子给你们连夜赶制了海岛探险豪华套装，看，热带风情伪装衬衫，内置温控符文，防帅防共暑，关键是非常符合游客气质。张叔，这花纹像沙滩裤成了精。多功能护目镜，防风沙、防强光，附带低阶破幻符文。最重要的是，看，自动清凉小风扇，海岛必备。我是龙，不是需要遮阳的沙滩蜥蜴。压轴货，便携式环境伪装发成器，启动后能在小范围内模拟周围环境的光氧和低阶灵力波动，只要别作死往人堆里冲，前行神器。加密通讯器，我和鲤鱼一人一个，岛上常规通讯肯定被监控。我不便同行，目标太大，我会在近海接应。记住，若势不可为，保全自身。到新祭坛，灵魂熔炉，物尽月圆。小雨，糟了，莫小雨有危险。船上除了我们，还有3个真正的研究员，另外有2个船员，灵力痕迹有点不对劲，很淡，但瞒不过我。影宗的眼线，正常，他们肯定要确认我们上岛。好大，比鱼市的水池大1万倍。淡定，以后有的是机会看。我要用雷火吐息炸鱼，不对，烤鱼，海鲜自助。紧张吗？有点，但更多的是，终于能当面揍那帮混蛋了。热汤勺，龙潭虎穴还差不多。欢迎来到热汤勺生态研究站，我是向导小林，这位就是安全顾问李先生吧？请放心，我们这儿安全的很，连大型猛兽都没有哦。就是偶尔有些小动物了。下面有哭声很多。知道了，先按计划来。小心，他状态不对，被什么东西激怒了。不是巧合，他们故意激怒这头守门兽，想借刀杀人。靠，这大鸟吃炸药了！你靠！是雷火节，被提前引动了。老板，看来自助餐提前开席了，记得帮我盯着火候。季纯，出呼！搞定，就是有点麻。能打吗？刚出炉，热乎着呢，正好试试新爪子。能量读数越往中心越高，但生命信号很杂乱，充满矛盾。不对劲，太干净了，连个吵架的都没有，这合理吗？过去看看，小心点。远道而来的客人，
欢迎来到归心村，我是村长阿木。看几位风尘仆仆，是遭遇了风暴吗？快来歇歇脚。尝尝我们村的特产静心果，能涤荡疲惫，安宁心神。多谢村长，我们是生态研究站的，不小心迷路了。研究站，好，我们村一向支持研究工作。对了，今晚正好有每月一次的感恩夜祭，几位有兴趣参观吗？是我们祭拜守护神龙，祈求风调雨顺的仪式。神龙，仁慈而伟大的神龙赐予我们这片净土，他的画像就供奉在祭坛。今天天气真好哈！这位小龙客人很喜欢我们的果子啊，他有点贪吃，见笑了，我们会照价赔偿。不用，一颗果子而已。几位先休息，晚祭时我来接你们。是他，那个小偷，他们拜这玩意儿当神。看村民的眼神，完全被洗脑了。仪式在抽取他们的愿力和生命气息，汇入画像后的某个通道，通向岛屿核心。坚持住，把力量献给神龙，就能永远留在这片乐园。献给神龙，留在乐园。这哪里是乐园，分明是吸血的血肉农场。看来有客人不太认同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这里，裂缝深处有很强的龙族死亡气息，还有被扭曲的古老阵法波动。我探查过外围，亡灵龙魂的敌意很重，但你们身上的正统龙气或许能成为钥匙。下面好多同类的味道，下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补全你龙基的线索。痛苦，不甘心，他们在哭。他们敌我不分。大家辛苦安息吧。这是高度浓缩的望里尘和血迹残留。这个归宣阵被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能量转化与输送通道。输送目的地就是万怨归海的主祭坛。有人来了，很可能是刚才的动静引来了影宗的清理队。撤！月圆之夜快到了，我们需要更多情报。能量流动最弱的时刻，就是月影刚好遮住中间石柱顶端的30秒。我们必须在那时同时破坏3根柱子。A、B 点装置已就位 ，C 点最远也最危险。 C 点交给我，我熟悉水路，可以借地下暗流快速接近撤离。前辈，小心！记住，破坏后立刻向预定撤离点汇合，不要恋战。有埋伏，这是陷阱。快跑！我拖住他们。他们在等我们，快撤！听话，现在回去，我们都得死。碧水龙鲨是在给我们创造机会。可是前辈他……没时间了，走！
他用命换我们活着，别让他白费。我知道，我只是需要记住这种感觉。我们暴露了，岛上不能待了，必须立刻联系张叔，想办法离岛。碧水龙残前辈，希望他没事。影宗，陈家，这份债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听到吗，小子？你们那边信号被屏蔽了，岛上有大功率干扰站。能勉强收到。碧水龙然，有消息吗？影宗内部线人传回模糊情报，那晚的大鱼被捕获，重伤但还活着，被秘密押送到主祭坛下层了。他们可能想把他也当成仪式材料。发现2个伪装成遇难游客的影宗眼线在西北方向活动，他们在搜捕我们，但方式很谨慎，像是在确认我们的具体位置，而不是强攻。想确认我们有没有离开，或者在等我们和什么人接触。夏主管、李玉小友，你们的情况我已了解，岛上的事令人痛心。我已安排一艘伪装过的补给船，明晚子时在东侧小海湾接应，坐标发给你们。谢谢吴长老，岛上的证据我们已收集部分。祝顺利。这老头看着挺面善，希望是吧？地下有埋伏，是陷阱。果然还在这里，李毅，乖乖交出那条龙和所有证据，或许能留个全尸。哼哼。拿下！季春，你断后，我带他先走。吴长老是影宗的人，长老会内部比想象中更腐烂。都怪我，没早点察觉那老头不对劲。不怪你，是我们太渴望外援了。这次教训告诉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手里的刀和身边不会背叛的伙伴。之前只想报仇，讨个公道，现在看，光是砸碎几个陈家、几个影宗据点不够，得把那套生蛆的架子连根拔了才行。像个大型的工厂，生产恶意的工厂。就是现在！莫言师叔，时间不多，仪式到底是什么？小雨在哪儿？仪式核心是换魂，将伪龙之魂。这些年收集的所有怨魂，还有强行抽取的龙基，用这个灵魂熔炉融合，注入一具足够强大的真龙之躯作为最终容器。他们看上的就是即将化龙的季春。小雨，在祭坛最下层碧琪生命维持舱，密码是我和他母亲的结婚纪念日倒叙。我被迫调试的最终程序里有后门，启动后熔炉会过载3分钟，能量逆流是唯一破坏它的机会。出发点在顶层主控台，需要我的权限卡和青龙血脉激活。走，下次警报巡查还有90秒，我们救小雨出来。快走，别回头！
他故意弄伤自己，是为了掩护我们，所以，我们更不能让他和小雨白等。你是李玉哥哥，父亲给我看过你的照片。是我，你父亲让我们来带你走。父亲他是不是又做了不好的事？为了我，他在做他能做的最好的事，你是他的勇气。这是定位和生命体征异常警报，他们发现了。快走！老板，这样不行，会被拖死。杀了他！接到你的信号就赶来了。这位阿木长老，他清醒了，村里的洗脑阵法出现了裂痕。抱歉，助纣为虐。我知道一条通往废弃码头的密道，可以离开，但祭坛顶层的仪式快要完成了。他们在抽干那些被抓来的灵兽和人的灵魂，还有碧水龙渊前辈的力量。先撤，然后回来，把这里的一切彻底砸烂。明白。你们快过来，过来看看老子给你俩弄的新装备。还有，夏丫头传了份8强赛团队战的新规则过来。看，幽影龙鳞甲，用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杂鱼龙翼鳞片，加上碧水龙髯之前蜕的皮揉制而成。灵能协调器，团队战用的，能增强你和队友灵兽间的灵力链接稳定性，适合你这种要当核心指挥。便携高能灵石，爆炎豆，季春专用，紧急时刻嚼一颗，能短时间提升雷火吐息威力。副作用是可能打嗝喷火星，注意别烧着自己人。8强团队战，3人一队，我们得尽快确定队友。林小鱼主动报名了，他和他那只火绒猫潜力比想象的大。另一个位置呢？周芒，就是之前被你打败，用了血祭符那个。他母亲的病，我通过登记处的渠道联系了专家，情况稳定了。他欠你个人情，而且他恨陈家。可以，至少够吃奸。嚯，季春，你在网上火了啊！人类真奇怪，热度是一把刀，能伤敌也能割手。知道，所以下一战得赢得漂亮，赢得他们无话可说。我刚才试着捕捉了基地周围的灵波，除了常规的防护阵波动，还有2股很隐蔽、很规律的探查信号。来源不明，但手法很高明，不像普通媒体或粉丝。让他们看，看我们怎么把他们的美梦一拳一拳打碎。李前辈，周大哥，请多指教。之前的事对不住，这次我听指挥。过去不提。这场是3飞3，对手是疾风队，3个都是速度型灵兽，擅长游击。周莽，你的撼山溪开局负责正面固守，制造地形限制。林小鱼，火绒猫有总干扰，保护侧翼。季春会给你们指示。各位观众，接下来是8强团队战焦点战，李毅选手携新晋真龙季春搭档黑马林小鱼与重量级选手周莽对阵以速度著称的疾风队，这场矛与盾的碰撞，拭目以待。暗地避雷，
就是现在！破壁，冲阵！龙魂威压！今天谢了，我很久没打过这么顺畅的架了，以前都是硬莽。团队战靠的是信任和互补，你的防御是战术的基石。他真的很强，不是指力量，是指这里。赢得漂亮，网上舆论一边倒。不过陈浩那边有动作了，他通过关系把自己调整到了你们决赛的潜在对手位上，而且据线报，他的尾龙最近气息很不稳定，充满了暴虐感，你们决赛恐怕不会轻松。正好，旧账新账一起算。鲤鱼又见面了，这次可没有小师妹帮你作弊了。用邪术催出来的东西，配叫龙？配不配？等会儿你的鲤鱼哦，现在是泥鳅了。等会儿你的泥鳅被撕碎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请选手入场。比赛开始。黑龙宰了他！看见了吗？这就是力量！你们李家守着那点可怜的正统有什么用？季春，别硬拼，游斗消耗。血祭狂龙式，陈浩，你就只会靠这种透支灵兽生命和潜力的禁术吗？10年前，你们陈家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式喂出了这条尾龙？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锁龙针抽走的不只是季春的龙姬，还有那些年被你们秘密抓捕榨干的无数龙翼灵兽的生命吧？这条尾龙根本就是一座用尸骨堆起来的邪物！污蔑！污蔑！裁判，他干扰比赛！是否污蔑，请看证据。确保李毅的灵兽在检测中被定性为邪物，这是陈浩少爷的意思。生今年龙门之事合作愉快，锁龙针供应无虞。证据涉及大赛公平及更严重指控，比赛暂停。陈浩选手，请配合调查。什么？这只是一场序幕，真正的清算还在后面。上次说等事情了结一起喝茶，提前兑现不算违约吧？不算，不过了结还早。明天决赛对手是尹宗暗中培养的万骸兽，资料你也看了，缝合怪很难缠，怕吗？怕的该是他们，我只是在想砸了龙门之后该干点什么，总不能回去杀鱼。你可以来登记处给我当安全顾问，特级幻灵师的头衔不用白不用。可以考虑，前提是
你们那套系统得先清理干净。已经在做了。吴长老的背叛是个突破口，顺着查下去，不少蛀虫藏不住了。等你打完决赛，估计会有大动静。等这一切结束，我请你吃顿饭，正经的，不是路边摊。哟，李大鲨鱼酱开窍了。行啊，我记下了。爸，我知道你不是英雄，你只是个想保护儿子的父亲。明天，我也会去做我能做的事。我不再是累赘了。最后一件压箱底的宝贝，逆鳞护心镜。用季春你上次渡劫时退下的那片最强逆鳞，加上老子压仓库的星辰铁和一点碧水龙南的祝福水晶，练了3天3夜，贴身佩戴，能自主防御一次致命级别的灵魂或能量冲击，同时大幅增强你对水、雷、火3系灵力的亲和与掌控。最关键的是，看便携式飞行稳定翼，虽然以你现在的实力飞得够稳了，但加了这玩意儿，空中机动性起码提升2成，帅不帅？该说的都说了，明天砸烂那些不开眼的玩意儿，然后回来吃饭。老子炖了10全大补汤，管够。决赛，鲤鱼对阵匿名选手海，比赛开始。这东西身上有太多同族被亵渎的味道，很难受。那就帮他们解脱。核心是关键，但那些缝合肢体似乎有自主防御意识，护得很死。他在吸收龙气，季春，拉开距离。悲伤，还有同族的哀戚。这是化龙天象，他要在这里完成最后的蜕变。还不够，把我失去的，把我承受的，都还回来！安息吧，同胞们，我送你们一程。
胜者李宇。老板，搞定，就是有点饿，感觉能吃下一头牛。回去让张叔给你加餐。鲤鱼，小心，影宗宗主可能已经混进场内了，他的目标很可能是钢化龙，消耗巨大的季春。想摘桃子，那得看他们的牙口够不够硬。比赛打完了，有些旧账也该清一清了。决赛打完了，但10年前那场龙门大典的账，今天也该算一算了。陈家长老在干嘛？陈家影宗，还我龙翼灵兽命来！李鱼父子被冤枉了10年，长老会是干什么吃的？逼他到底！根据灵兽登记处与长老会内部监察组联合授权，所有涉案人员一律逮捕候审。蝼蚁的闹剧该结束了。几瓶一杯，仪式继续。你这种四不像的东西也配叫龙？你们的戏唱完了，现在该我清场了。所有还有战力的幻影师，保护民众撤离。愿意战斗的，随我出血！小子，撑住！老子带着惊喜快到了。今天不只要杀鱼，更要屠龙、斩邪。老板，这东西核心是那款月碾聚合体，物理攻击效果一般。我的龙体能进化，但量太大，耗下去我吃亏。他的力量来源是那个宗主和背后的仪式，但仪式在海外，远水不解近渴。试试能不能用你的龙魂威压，直接冲击他的怨念核心。小邻居，打架不等我，不够意思啊！前辈，你还活着？影宗那点地牢，关不住想走的水龙。我一路追踪仪式能量过来，刚好赶上。这家伙是空架子，靠怨念撑着。你那招龙威有效，但范围太大，力量分散。我来牵制，你集中精神，用龙威轰他胸口那个核心。记住，龙威不是蛮力，是意志，是我们龙族天生高于这些污秽之物的证明。用。
结束了。不，下面才是正主。来了，比预计晚了27秒。莫言师叔，没时间寒暄，仪式最终程序已经启动，熔炉正在超负荷吸收并转化能量，输送给赛场那头魔龙。核心控制系统被多重加密锁死，物理破坏会引发不可控的能量爆炸，波及整个岛屿，包括底层的小雨。但我预留的后门可以引导能量逆流，让熔炉过载3分钟。3分钟内足够你们破坏几个关键能量节点，让整个系统连锁崩溃。之后带着小雨，有多远跑多远。能量逆流，控制台会承受最大反冲，操作者他总得有人按下开关。10年前我选了懦弱，害了晴天大哥，害了无数灵兽，也困住了小雨和自己。今天该做个了断了。小家伙，需要你一滴本源龙血，激活青龙血脉验证。小雨在碧琪仓，密码是我和他妈妈的结婚纪念日倒叙，你知道的。带他走，告诉他，爸爸不是英雄，只是个犯了错想尽力弥补的笨父亲。我保证。夏主管，登记处以后靠你们了。龙族的路不该被这样玷污。谢谢你们，让我在最后看到了一点光。时间不多了，走。莫言是说安息吧。你父亲是个勇敢的人。我知道。破坏了熔炉，以为我就输了？魔龙只是载体，真正的仪式是这座门本身。千年积累的愿力与规则，加上今日汇聚的怨念与血气，足够开启万灵归寂了。他在强行献祭龙门积累的千年规则之力，混合那些怨念，制造一个吞噬一切的归寂领域，必须阻止他。阻止？规则是我定的，门是我守的，你们凭什么？季春，我们好像一直搞错了一件事。我们总想着越过龙门，证明自己，拿回失去的东西，但为什么一定要越过去？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道破门上分个高下？真正的龙活在天地之间，行在万人心天。这道门不过是人心设下的藩篱，是枷锁，是牢笼。季春，我们不上去了，我们把它砸了。说得好，我助你们一程。王八，凭你们也想撼动千年规则？季春。
从今往后，天下幻灵师不必再为一道门挤破头颅。愿诸位如百川归海，各有其路，各展其才。季春，真的是你！真拿你没办法，念你刚刚恢复，今天就让你吃个够。10年一次的龙门大典即将再度召开，无数优秀的幻灵师正在纷纷还有1个月的时间，如果是我跟季春，应该来得及。报名之前，还是先去给季春上个户口。我靠，你也太能吃了！真龙隐士，常化凡物，世人只知蛇化蛟，马化龙，犬化乌龙，却不知李亦能化龙。这才是我们李家守护100年的秘密。然李化龙蓄力3节。您好，请问你要登记什么灵兽？一条鲤鱼。是这种鱼还是这种鱼？都不对，是红烧鲤鱼的鱼。他笑什么？我想起好笑的事情。我们这里是战斗型登记处，我登记的就是战斗类灵兽。实在不好意思，这边出示您的证件。我这个证有些年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战斗型幻灵师的资格证是终身有效的，但我建议您，如果您的证件级别较低，还是换一只灵兽登记，毕竟一条鱼。特级幻灵师。风浪越大，鱼越贵。你说一个特级幻灵师要登记一条鲤鱼？没错，主管。所以我怀疑龙门大典在即，什么妖魔鬼怪都来凑热闹。会不会有人偷了特级幻灵师的资格证来进行什么非法交易？想从特级手里偷东西，除非活腻了。哼，原来是你，大师哥，不，鲤鱼，你想干什么？有话就说，别在这摆谱。我来上户口，不然怎么参加龙门大典？当年龙门大典，你触犯考场禁忌，是师傅舍命才护下你。鲤鱼，成王败寇，陈家赢了是事实。你现在拿一条鲤鱼去参赛，是嫌师傅的脸丢的还不够吗？当年是他陈家作弊在先，堂堂龙门，公平第一，长老们都没发现作弊，10年了，你为什么还不愿承认自己输了？你有没有想过，龙门长老，甚至整个华夏的幻灵师系统都被腐蚀了？够了，你回去吧，我不会通过你的登记的。小师妹，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但你这个人最讲道理，我的手续合规合法，哪有不给我登记的道理？龙门大典是以命相搏的地方，你拿一条鲤鱼。放心，当年李家失去的，我会全部拿回来。